金融监管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听起来像是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术语，但实际上，它比最新一季的电视剧还要引人入胜，好吧？至少对于那些享受经济学的人来说，确实如此。想象一下，没有金融监管，我们的经济就像是一场没有规则的赛车比赛。车手们在这里指的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可以随意飙车，不顾安全，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正是这种无序导致了如2008年那样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金融监管是如何成为我们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金融监管的概念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各国开始认识到需要某种形式的监管来保护投资者和维持市场秩序。但是，金融监管的现代形式主要是20世纪大萧条之后的产物。那时，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和条例，如1933年的证券法和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旨在防止银行业务过度扩张和投机行为，这些都是导致经济崩溃的关键因素。但金融监管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全球化和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复杂，监管机构不得不断调整策略，以应对新的挑战。例如，金融科技 FinTech 的兴起推动了所谓的监管沙盒模式，允许创新在受到一定监督的环境中自由发展，同时确保消费者保护不受影响。国家之间在金融监管上的做法也大相径庭。以英国为例，它被认为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前沿，部分原因是其相对灵活的监管框架。相比之下，一些国家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以避免潜在的金融风险，但这也可能抑制了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增长。那么，为什么国家要采用金融监管政策？简单来说，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维持市场秩序，防止金融犯罪，同时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无监管的金融市场可能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市场操纵和欺诈行为，最终损害整体经济。然而，金融监管的设计和实施并非易事，过度监管可能会阻碍金融创新，限制经济增长，而监管不足又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和市场失信。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既能够保护消费者和经济，又能够鼓励创新和增长，是每个国家和监管机构面临的挑战。在探讨具体的人物故事和政策起源之前，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金融监管究竟是我们经济稳定的守护神，还是创新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在下一部分，我们将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分析，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揭示金融监管背后的人物故事和政策起源，以及他们如何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经济环境。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的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深入探讨金融监管的实际影响之前，让我们回溯到一个关键时刻。当时的经济形势迫切需要引入或加强监管措施。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这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展示了金融监管对于维护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在危机爆发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时期，由于信贷条件宽松，许多美国人得以贷款购买房产，推高了房地产价格。然而，这股热潮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过度的金融杠杆和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使得金融体系极度脆弱。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大量房贷违约导致金融机构遭受重大损失。标志性的事件包括雷曼兄弟的破产和美林证券的紧急出售。这一连串事件揭示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尤其是对高风险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风险承担能力的监管不足。面对危机，美国政府和监管机构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来稳定金融市场，并开始重新评估和加强金融监管体系。2010年，美国通过了一项重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该法案旨在通过增强透明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来防止未来的金融危机。
多德弗兰克法包含了许多关键的改革措施，例如创建了金融稳定监督理事会 FSAC 来监测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设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来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正的金融实践侵害，以及引入了对大型金融机构更为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这一系列改革的实施并非没有争议。一方面，许多人认为这些措施对于防止未来金融危机至关重要，可以增强金融系统的稳健性。另一方面，也有人担心这些规定可能会限制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抑制经济增长。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金融监管在应对危机和维护经济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还可以观察到金融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在保护消费者、维持金融稳定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正是这种平衡的寻求，构成了金融监管讨论的核心，也是监管政策持续演进的驱动力。随着多德弗兰克法等金融监管改革的实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经历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增强上，也反映在金融服务行业的运作模式和消费者行为上。首先，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角度来看，加强的监管显著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通过实行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要求，确保了金融机构能够在面对未来潜在的经济冲击时，有足够的资本缓冲。此外，引入的压力测试成为金融机构常态化的风险评估工具，帮助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本身更好地识别和管理风险。其次，对于金融服务行业的影响，监管改革促进了更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成立，特别是对于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透明度，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误导性和欺诈性实践的侵害，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改变不仅提升了消费者的信心，也促使金融机构改善了他们的客户服务和产品质量。然而，金融监管改革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争议。例如，一些小型金融机构和社区银行表示，增加的合规成本对他们构成了较大的负担，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业务运营甚至生存。同时，对于金融创新而言，过度的监管可能会限制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影响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活力。在分析这些变化时，通过对比实施政策前后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状况，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金融监管的影响。比如，通过比较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银行业的资本结构和风险管理策略，可以明显看到金融机构现在在风险控制方面更加谨慎，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此外，金融监管改革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随着全球金融体系越来越相互依存，一个国家的监管政策变化往往会对全球市场产生影响。例如，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促使其他国家也考虑类似的监管措施，以提高自身金融系统的稳健性，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总之，金融监管改革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和调整成本，但从长远来看，它为构建一个更加稳定、透明和公平的金融市场环境奠定了基础。通过不断优化和调整监管框架，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既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有效防范风险的金融环境，最终实现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探讨金融监管政策对其他国家经济潜在影响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将视角扩展到全球范围，通过具体的国际案例来深入分析。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欧洲债务危机后，欧盟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的全面改革。欧洲债务危机暴露了欧元区金融体系中的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跨国银行监管的不足，以及缺乏有效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单一监管机制 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SSM) 和单一解决机制 Single Resolution Mechanism (SRM), 旨在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提高金融系统的透明度和稳定性。通过这些措施，欧盟希望能够实现对成员国金融机构的更有效监管，避免未来出现类似危机。这一过程中，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不仅影响了成员国内部的金融市场，
也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观察和分析欧盟的经验后，也开始考虑如何在自己的监管体系中融入类似的机制，以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和稳定性。除了欧盟，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亚洲国家也对自己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要调整。例如，韩国加强了对金融集团的监管，增强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提高了金融市场的透明度。这些措施不仅加强了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提升了国际投资者对韩国金融市场的信心。这些案例表明，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不仅对单一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也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市场紧密相连，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和监管政策变化都有可能波及到全球经济。金融监管这个曾被视为枯燥乏味的主题，实际上是维系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基石。通过具体的国际案例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不仅可以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还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增强经济体的韧性。尽管面临的挑战和争议仍然存在，但不可否认，金融监管的演进和完善是适应经济发展变化，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全球经济稳定的必由之路。在这条路上，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既是参与者，也是贡献者，共同编织着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的大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